你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学了挺长时间中文了，感觉词也认识不少，但是吧，一听别人说话，尤其稍微快一点，哎，脑子就有点跟不上了，这种情况太普遍了，真的。是吧？好像那些认识的词连在一块儿，刷一下过去就听不懂了。对，变成天书了，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我们最近正好也看到一些讨论，就是关于慢速中文这个学习方法，里面不少学习者分享经验和反馈呢。哦，慢速中文，嗯，这个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打算深入聊聊这个。按理说，大家不都想快点学好吗？这个慢下来听起来有点反直觉，没错。但它会不会反而让你听得更准，理解得更透，甚至说的也更自然了？我们就根据大家分享的这些经验，挖一挖这个慢的力量到底在哪儿，好啊，看看怎么能把它用到你的中文学习里去。行，那要不我们先说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快不好使，就是那个困惑点。明明听了很多，怎么就好像消化不了呢？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信息哗一下全过来了，单个词儿可能听清了，但串成句子，那个意思就反应不过来，感觉大脑过载了。对，就是国仔。有时候听完一大段，耳朵还嗡嗡的，可具体说了啥，模模糊糊的。有个比喻，我觉得挺形象的，说这个就像吃饭，哦，吃饭儿吃得太快，狼吞虎咽的，那胃肯定不舒服，对吧？营养也吸收不好。哎，有道理。听语言其实也是一个道理，语速太快，超过了你大脑当前能处理的那个速度，信息是进来了，但是没足够的时间去解码、去理解、去把它们联系起来。哇，这个比喻绝了！吃太快会肚子疼，听太快会脑子疼。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关键不是塞进去多少信息，而是大脑有没有时间去搅烂的。没错儿，一味求快，可能反而把理解给牺牲掉了。正是如此。那既然快可能有问题，这个解决方案自然就是试试慢下来嘛。嗯哼，放慢速度听中文，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能听得更清楚。这个我体会太深了。就说声调儿吧，中文这个声调儿太要命了，对，意思差远了。语速一快，那个二声三声经常就糊在一起了。但要是慢点儿，比如听每天这个词，就能比较清楚地听出来，每是第四声，天是第一声，还有那个句子里的停顿呐，哪个词儿是重点呐，说话人的语气呀，慢下来才能抓住这些细节。对，这种语音层面的清晰度是理解的基础，这就带出慢速的第二个好处了，它能促进更透彻的理解。哦，在那些讨论里，有个观点反复被强调，就是听得清楚才听得懂。听得清楚才听得懂，话实在。只有你的耳朵先把这个声音信号比较准确、比较完整地捕捉到了，你的大脑才能开始干活，去构建意义。你想输入都是模模糊糊的，那处理出来的理解自然就很难准确和深入了。确实是这个逻辑，清晰的输入是前提。不过，我感觉慢下来好像不光对听有好处啊。我看讨论里好像不少人说，对说的帮助也挺大的。的确是这样。首先你放慢速度说中文，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发音，还有声调。很多人，特别是刚开始学或者学到中间阶段的，最怕的就是声调搞错，闹笑话。对对，怕说错。但是你刻意慢点说，就有更多的我们叫认知资源吧，去关注每个字的调，把舌头嘴巴摆到对的位置，错误自然就少了。这倒是，我有时候一着急，想说的话太多，嘴跟不上脑子，声调就完全跑偏了，说出来自己都觉得难受，是吧？如果能从容点儿，可能确实更能抓住那个感觉。而且慢点说，好像不只是准了，还有别的。对，还有更深层的好处，它能帮你注意到更细微的东西，比如那个自然的语调、语气里带的情绪，还有语言本身的那个节奏感。
节奏感。哎，对，比如说那句“我觉得中文很好听”，你很快的读，可能就是一句平平的话，但你试试慢一点，模仿母语者那种感觉，你可能会注意到“觉得”和“很好”之间那个连接是很自然的，语气是流动的，甚至声调在连着读的时候也会有细微的、很自然的调整。啊，就是那种连读的感觉。对，就是连读，还有那种自然的语感。这个重要，我们都希望说中文听起来不像背课文硬邦邦的，而是像自然聊天一样。没错。这么说，慢速练习能帮我们模仿和吸收这种自然的语流？可以这么理解，它给你一个机会去感受语言的那个音乐性，不光是把它当成一串符号去解码。感受音乐性。而且慢点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作用。哦，心理上呢？它能减少你开口的紧张感，还有对犯错的那种恐惧。我看讨论里有人提到，就练习说“我不怕说错”这句话本身就挺有力量的。练习说我不怕说错。对，当你慢下来，感觉一切都在自己控制中，那种焦虑感会少很多。确实，怕犯错这个坎儿拦住了好多人张嘴儿。如果慢一点儿，能让自己更自信，那真是个好办法。有个参与讨论的人还提了个视角，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啊，学语言不该像跑100米冲刺啊，气喘吁吁的就为了终点，它更应该像调整呼吸。调整呼吸。对，找到一个自己舒服的、稳定的、能持续下去的节奏。慢一点，其实就是给自己喘口气，让学习过程不那么令人窒息。学中文也要呼吸。哎，这个说法我记住了。慢下来是为了走得更稳、更远。对，这听起来慢速练习不光是技巧，更像是在打基础。完全正确。慢速练习，尤其是在刚开始，或者你觉得遇到瓶颈的时候，它就像在给你的中文能力打地基。打地基。把每一个音发准，声调搞对，基本的语感培养起来。这个基础牢了，以后你再想加速，想提高流利度，才会更稳、更地道，不容易塌方。而且从学习体验来说，慢下来好像也熟多了。我看大家分享的感受都说，慢速听、慢速说，让人感觉更平静、更放松。是的，不像在完成一个特难的任务，而是在用耳朵、用心去感受这门语言。对，它带来一种沉浸感，或者说体验感，让学习过程有温度，不是冷冰冰的记东西。有温度的学习，这对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可能比单纯追求速度，更重要。说的太对了。那既然慢下来这么多好处，具体操作呢，我们该怎么做？讨论里有没有推荐什么好上手的方法？有一个方法被反复提到，而且大家普遍反应很有效，就是跟读练习。跟读，这个我听过。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仔细听一段慢速的、发音很清晰、很标准的音频，然后呢，你就试着模仿，也用比较慢的速度把它读出来。听，然后模仿着慢读。那用什么材料跟读比较好呢？有没有例子？有的，有一些很基础但很实用的句子，比如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我喜欢学习中文。先认真听几遍标准的发音，然后试着一个字儿一个字地跟读。我喜欢学习中文，去感受每个字的口型和声调。这样确实能把注意力放在每个音上。还有别的吗？还有，比如我每天都听中文。练这句的时候，就可以特别注意我们刚才说的“每天”这2个字儿，第4声加第1声那个声调组合。慢速跟读的时候更容易找到感觉。对，把难点拆开练。还有一句跟心态有关，我不怕说错。哈哈，这句好。跟读这句话不光练发音，也是在给自己心理暗示，鼓励自己大胆说。这句我得多练练，给自己壮胆。生活化的表达也得练，比如我想喝一杯水。实用。可以注意模仿那种自然的请求语气，还有那个语流，让它听起来不像机器人说话。还有之前提到的那句我觉得中文很好听。对，这句就是练习连读和节奏感的好例子。跟读的时候可以特别体会一下觉得的丢和很好的很是怎么自然连上的，
声音没有断开的感觉，语调也是顺畅的过去。体会那个流动感。甚至可以做一些特别简单的对话练习，比如模仿一问一答。你今天怎么样？我很好，你呢？哦，这个好。是体会问句那个往上扬的调调和答句那种肯定的语气有什么不一样。这些例子确实很具体，也很管用。那跟读的时候声音要很大吗？我有时候怕吵到人，或者声音一大会有点紧张。这个讨论里也有人提到一个小建议，其实不用追求音量，小声跟读就行，甚至默读，在心里跟着那个声音和节奏走也可以。默读也行。关键是模仿那个发音的动作，还有语流的连贯性。小声跟读可能反而让你更放松，注意力更能集中在声音本身，而不是音量上。这个建议太贴心了，小声跟读压力小多了。看来这个慢速跟读，关键就是慢，然后用心去感受、去模仿。是的，而且这种慢可能不只是一种练习技巧，有些人甚至把它提升到了一种学习心态，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的高度了。生活方式，这怎么说？听起来有点玄妙啊。他的意思是，你看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讲快，讲效率，对吧？对，快节奏。我们就很容易焦虑，很想快点看到结果。那选择慢速中文，有意识的放慢学习的节奏，其实也是一种抵抗这种焦虑的方式。它提醒我们，学语言，特别是想学的深入，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事儿。这个角度挺有启发的。我们确实很容易掉进那个速成的陷阱里。对，但语言能力的成长更像那个植物生长。讨论里有人用种树来打比方。种树？你需要给它时间，让那个根慢慢往深处扎，吸收营养，然后才能长得枝繁叶茂。慢速中文就像是在给你的中文这棵树浇水、施肥，给它阳光和耐心，而不是拔苗助长。给语言的根儿浇水，这个说法好温暖。那是不是说，就算每天只花一点点时间搞这个慢速练习，只要坚持也能看到效果？我好像看到有人分享说，每天就练10分钟。对，是有这么个例子。有个学习者说，他每天就固定听10分钟慢速中文，然后做一点点跟读。才10分钟？听起来不多吧？但他坚持了3个月，发现自己的听力辨音能力，还有开口说话那个自然度，都有了很明显的进步。每天10分钟，坚持3个月就有明显变化，这听起来，有点太轻松了吧？它背后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这么短时间也行？这可能说明大脑学习不完全看时长，输入的质量，还有那个一致性同样重要。质量和一致性。对，在慢速状态下，大脑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处理、去巩固接收到的信息。每一次你很专注的慢听、慢读，可能都在你大脑里留下更深的印记。就像有人说的“水滴石穿”。水滴石穿。持续的稳定的刺激，就算慢，也能产生很大的累积效果。原来是这样，所以慢不等于停滞，更不是退步，它是一种稳扎稳打的积累。完全是这样。讨论里就特别强调，慢中文不是退步，是积累。每一次慢速练习，都是在为你将来更快、更流利的表达积蓄能量和基础。等你基础扎实了，提速是很自然的事儿。这也提醒我们要调整对学习过程本身的看法，也许应该更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老盯着那个好像很远的流利目标。对，就像有人说的，这是一段旅程，不是一场比赛。说得太对了，享受每一次听懂一个小细节的那个小惊喜，享受每一次成功模仿一个自然语调的小成就，享受语言本身带来的乐趣，这可能让你学得更久，也更开心。好了，我们围绕这个慢速中文聊了这么多，从为什么慢、慢的好处到怎么慢，还有慢的心态。要不我们最后稍微梳理一下核心的几点，给大家一些清晰的提示。好主意。首先，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放慢速度听中文，能帮你更清楚地抓住语音细节，比如声调啊、停顿啊、语流啊，这是理解更深的关键一步。听清是基础。其次呢，通过慢速听，再配合跟读练习，这是个特别好的方法，能帮你改善发音，模仿自然的语调和节奏。对，而且它还能，很明显的降低你开口说话的紧张和害怕。是的。再有一个就是观念上的转变，要认识到慢在学语言里，它不是坏事，它是一种力量。慢是一种力量。听得慢是为了让大脑有时间消化，最终可能反而让你懂得更快，记得更牢。这个很颠覆认知的，很有道理。最后也是特别鼓舞人的一点，坚持太重要了。对，坚持。哪怕每天就几分钟的慢速练习，只要坚持下去，那个长期效果可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这比那种想一口吃个胖子，3天打鱼2天晒网的要有效得多。总结得非常好。那了解了这些，我们特别想鼓励你，就是不妨亲自试试这个方法。是啊，真的可以试试，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就从每天几分钟开始。比如像刚才说的，早上起来脑子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听几句慢一点的中文，用平静的声音开始新的一天。或者晚上睡觉前听一小段，让那个中文的韵律陪着你放松，然后睡觉。对，去感受一下这种不追求速度、带着点温度的学习方式，能不能让你找到一种平静感、一种乐趣，而不是总是觉得哎呀好焦虑、好大压力。最后呢，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是从这次讨论里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说法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慢中文帮助我们和语言做朋友。和语言做朋友，这个说法有意思。那么除了从技术上去掌握发音、词汇、语法这些规则之外，你可以想一想，当你用一种慢下来的、更耐心、更注重感受的方式去接触中文的时候，你和中文这门语言本身的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如果你不再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要尽快搞定的学习目标，或者一个考试科目，而是试着把它当做一个需要时间去了解、去感受、去交流的朋友。对，一个朋友。那你的学习体验，你心里那个动力，甚至你最终能达到的那个境界，会不会因此就不一样了呢？这可能是在你的中文学习旅程中，一个值得你慢慢去体会、去探索的问题。